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。艾德温的故事。艾德温是一个来自地球的年轻冒险家，尽管他对于宇宙中的奥秘充满好奇心，他想要探索每一个未知的星球，寻找每一个隐藏的秘密，但他却对自己的内心感到疑惑。他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他听说在一个遥远的银河系中，有一颗被称为奇幻星的神秘星球。这个星球拥有强大而古老的魔法力量，能够改变时间和空间，创造出各种惊奇。在这个奇幻星球的中心，有一朵被称为星辰花的神奇花朵。这朵花是奇幻星的灵魂，它能实现人们最深刻、最渴望、最疯狂的愿望。艾德温决定前往奇幻星，他想要见识这朵传说中的花朵，并且许下自己的愿望。因为他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，但他相信这朵花能够给他一个答案。艾德温乘坐一艘破破的太空船，穿越无数的星际，终于来到奇幻星的外层。当他进入星球的大气层时，他发现自己被吸入了一个彩色的漩涡中。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开始变得模糊和扭曲。这是黑洞吗？不是，这里有许多色彩。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他只能感觉到一股强大而混乱的力量在牵引着他，拉着他进入一个充满魔法的奇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没有任何规则和逻辑，一切都是无穷变化，随心所欲。艾德温看到各种不可思议与荒诞不经的景象，譬如一座由糖果和巧克力构成的城堡，里面住着各种甜点和糖果人；譬如一片由音符和旋律组成的森林，里面生长着各种乐器和歌曲；譬如一个由玩具和游戏构成的乐园，里面充满了各种玩具和游戏角色；譬如一个由梦境和幻想构成的海洋，里面泛着各种梦境和幻想。艾德温被这些景象所震撼，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处理这些超乎常理的迷惑事物，他只能随着漩涡的力量，不断地在这些奇幻世界中穿梭和探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艾德温遇到了一些奇特的伙伴，他们也是被漩涡吸入的冒险者。他们分别是一只会说话的猫，名叫柴郡猫，它是一只擅长变形和隐身的猫，它总是带着一个神秘的微笑，给人一种诡异和玩世不恭的感觉。还有一个会飞的帽子，名叫疯帽子，它是一顶色彩鲜艳的高顶帽，它总是带着一个疯狂的笑容，给人一种狂妄无厘头的感觉。还有一朵会唱歌的花，名叫爱丽丝，它是一朵美丽的红色玫瑰，它总是哼着温柔的歌，给人一种优雅浪漫的感觉。这些伙伴都是艾德温在奇幻星上遇到的全新生命体，他们也都对星辰花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渴望。他们决定与艾德温结成同盟，一起寻找星辰花。由于他们的加入，这场旅程变得热闹。艾德温终于不再感觉孤单，但他忍不住想，要是星辰花只能答应几个人的愿望，甚至只有一个人的愿望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这样的想法困扰着艾德温，他没把这件事情讲出来，因为说不定星辰花没有那么狭隘，他可以实现任何找到他的人的愿望，也不会在实现愿望之后变成7颗黄色珠子，四面八方的飞向宇宙深处。尽管艾德温内心有着这样困扰，但他依旧抱持着希望前进。于是一行人开始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。在这充满紧张旅程中，他们遇到了下列的危险。他们被一群贪婪和残忍的巧克力兵团追捕，巧克力兵团想要把他们变成巧克力。他们被一首诡异和恐怖的歌曲困住，歌曲想要把他们吞噬。他们被一场疯狂和混乱的茶会困住，茶会想要把他们变成茶具。他们被一片梦幻和美丽的海洋困住，海洋想要把他们沉入深渊。每一场危险都能独立写成一个故事，或是拍成一部剧场版电影。但艾德温没有时间细细品味这些历险过程，他只是条列式的把事件大纲写下来，收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。当然，有些反对者可能会不禁质疑，你们到底在忙些什么？
那些危机根本没造成任何实质伤害。这群人感觉很忙，却不知道实际上做什么事情，了不起也就是在奇幻星上游玩而已。但事实上，艾德温和他的伙伴用尽了所有的智慧跟勇气，才逃出那些危机。接着，艾德温发现，奇幻星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意志，而且都不愿意让任何人接近星辰花。艾德温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找到星辰花，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要这个愿望。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到底想要什么。就在艾德温陷入迷惘和困境时，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他，那是星辰花的声音。他告诉艾德温，他已经等待了他很久，他想要见识他的愿望。他说，只要艾德温能够通过最后一个试炼，就能够见到他，并且许下自己的愿望。艾德温感到一阵兴奋和期待，他问星辰花最后一个试炼是什么。星辰花说，最后一个试炼是爱的试炼。他说，艾德温必须找到自己真正爱的人，并且与他共度一生。他说，这是最难也最美的试炼，因为爱是最强大也最脆弱的力量。艾德温感到一阵困惑和惊讶，他问星辰花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爱的人。星辰花说，这需要艾德温用心去感受和寻找。他说，艾德温已经遇到了自己真正爱的人，只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而已。他说，艾德温必须在时间结束之前找到他。艾德温感到一阵焦急，他问星辰花时间还剩多少。星辰花说，时间只剩下10分钟，当时间结束时，奇幻星将会消失，所有的魔法和棋都会消失。艾德温必须赶快做出选择，否则他将失去一切。艾德温快被这种无理取闹的要求给气坏了，他感到一阵绝望无助，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他在此时此刻得出结论，星辰花一定是一个可怕的疯子。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找不到爱情，枉论真爱，而且还是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星球，而且还限定了这么莫名其妙的时间。他一边抱怨，一边回想起自己在奇幻星上遇到的所有人事物。他的伙伴们都在旁边看着他。一只会说话的猫，名叫柴郡猫，他对艾德温说，星辰花跟你说了什么？一个会飞的帽子，名叫风帽子，他对艾德温说，星辰花跟你说了什么？一朵会唱歌的花，名叫爱丽丝，他对艾德温说，你的愿望实现了吗？艾德温摇了摇头，他得找出自己真正爱的人，但他发现自己对于每一个人和事物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喜欢和欣赏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或事物能让他产生强烈持久的爱意。那只会说话的猫对艾德温说，你是不是想把愿望据为己有？那个会飞的帽子，他对艾德温说，你是不是想把愿望据为己有？那朵会唱歌的花名叫爱丽丝，她正在旁边唱歌，歌声温柔而优雅。艾德温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够爱上任何人或事物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值得被任何人或事物所爱。他觉得自己像一座空虚和孤独的岛。就在艾德温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时，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安慰着他，那是爱丽丝的一朵美丽的红色玫瑰。她是艾德温在奇幻星上遇到的第一个生命体。她用她温柔的歌声对艾德温说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悲伤，不要绝望，你是一个有意义和价值的人，你是一个值得被爱和爱的人，你已经通过了所有的试炼，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勇气、智慧和善良，你只需要再证明一件事，那就是你的爱。你只需要再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告诉我你爱我。艾德温惊讶地听着爱丽丝的话，突然一阵感动。他回想起自己与爱丽丝相遇的时刻，他记得她美丽的外貌和动人歌声，他记得她对他的关心与支持，记得她的信任。他发现自己对爱丽丝有着一种特别而深刻的感情，那就是艾德温像被催眠似的听从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声。他决定向爱丽丝表达自己的爱意。他走向爱丽丝，轻轻地捧起她，把她放在自己的胸口。他对她说，我爱你。当艾德温向爱丽丝表达自己的爱意时，奇发生了，整个奇幻星充满了光明，星辰花的魔幻力量开始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。艾德温和爱丽丝
被传送到星辰花所在的花园。星辰花散发着无比美丽的光芒，它聆听着艾德温和爱丽丝的心愿。它对他们说，恭喜你们通过了所有的试炼，恭喜你们找到了彼此，你们是最勇敢、最智慧、最善良、最爱的冒险者。你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你们已经赢得了我的尊敬与祝福。现在，我将实现你们的愿望，让你们永远幸福快乐。艾德温和爱丽丝感到一阵感激和喜悦，他们对星辰花说，谢谢你，星辰花，你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遇到的最神奇的事物，你是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实现的最美好的愿望，你让我们感受到了奇幻和惊奇的魔力，你让我们感受到了愿望和奇的可能。我们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永远与你相伴，永远与奇幻星相连。当艾德温和爱丽丝向星辰花表达自己的愿望之后，艾德温和爱丽丝被包围在一道璀璨的光芒中，他们感觉到自己与星辰花和奇幻星连结在一起，他们成为了这个星球的一部分。他们看到了奇幻星上所有的生命体都向他们微笑和欢呼，他们看到了奇幻星上所有的事物都向他们展示和分享，他们看到了奇幻星上所有的魔法旗都对他们敞开双手，欢迎着他们。他们感觉到自己与这些生命体、事物、魔法和旗有着深刻而美好的联系，他们是这些生命体、事物、魔法和旗的创造者、守护者。艾德温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再是人类，而是一种新的存在，一种超越人类的存在。这一切在眼前像烟火一样绽开，发生在一瞬之间，又好像将冲向永远。这一切都被他们看在眼里。一只会说话的猫，名叫柴郡猫，它对疯帽子说，我的 Mickey 啊，你看到了吗？一个会飞的帽子，名叫疯帽子，它对柴郡猫说，我他妈吓坏了。故事到此结束。我的 Mickey 啊， Mickey 很讨人厌吗？我觉得太讨人厌了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变得太伤心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